嗨，欢迎大家回到君娜 TV。有非常多小天使呢来咨询课程的时候，有过去看我们纹绣全修班的一些材料，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只有美睫有拍材料的介绍，纹绣的却没有拍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就赶快补拍一部讲纹绣全修班的这个材料。那我们纹绣全修班，我们首先要知道是它到底上了哪些项目。它是上了眼线、雾眉和嘴唇，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材料里面就会有包含眼线、雾眉、嘴唇的。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这台机器呢是Biomaster 的全抛机，像它是这样直接套进去，然后装这个线就可以用了哈。这一颗是电池哈，然后这个电池其实蛮够力的。做教学哈，我一定会用全抛机，因为全抛机的话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客人弄出什么问题嘛，因为血液感染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推荐使用全抛机。那这个全抛机呢，它可以安装像是这个嘴唇、眼线还有雾眉的针，我们都各附一盒哈。好，就是我们眉毛的话，就是也有机器的做法这样。这台机器你跟厂商买最少就是要16800。我其实讲真的，有很多老师他可能是配半抛机给你，你也可以自己去虾皮看一下，大概可能1-2000块而已。可是我不喜欢用那种便宜的机器，你就知道我喜欢用贵的，而且我用什么机器，我就喜欢让我的学生跟我用一样的东西，要不然你用那个很烂的机器，我也做不出好看的眉毛。我讲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用，我们就是要用安全又好的。顺便再提一下，就是说像欧盟啊，他们都是使用这样子的机器，因为就是卫生安全的问题，所以在欧洲都是比较是会使用这种一体式抛弃针的，不会使用半抛机。如果你对全抛机和半抛机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去看我有拍过介绍全抛机和半抛机的一个影片，那你去听这个讲解，你就会比较有概念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有4瓶色料，那有2瓶呢是做眉毛的。眉毛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只有一个颜色，一定要用2个颜色。眉毛的话呢，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比较偏向就是后期比较不会发红的。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是属于是一个比较浅色系的，因为初学者的同学呢，我们怕他一次下手太重，因为有非常多同学在上课之前的咨询，他就会问我说，老师，万一我做坏了怎么办？基本上你按照我们的步骤，其实坏都不会到哪里去，其实都有修改空间，除非你真的下手太重或者是不听劝告。好，所以基本上呢，你如果跟着我用我的手法，然后呢用这个比较安全的色料，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太会有后面讲的就是说有可能会失败，或者是给人家做的太深哈，就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就是1瓶是眼线的色料，那还有1瓶呢是嘴唇刷嘴唇的色料哈。那当然我觉得一开始同学不需要买太多，那我觉得你就是先学习，然后上课有东西可以用，慢慢的你再从这3个项目里面去发现你可能比较喜欢哪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可以先专注某一个项目，先很认真的把它学好，再学下一个项目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课程是1年内可以复训，只要你有心学习，都一定学得会。纹绣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项目，但是学会了之后，你真的可以赚很多钱。你要知道，做一个眉毛最少就是6000到12000，好，甚至更多钱的都有。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想不想赚钱啊？想赚钱的话，就是要认真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杯子哈。因为我们有这个色料，那我们有3种不同的机器，对不对？有嘴唇、眼线，还有这个雾眉。那所以我们的杯子也会分别各自有3种不一样的。最主要的原因只是因为它用起来的用途不太一样。像这个软胶杯，我们在刷嘴唇的时候一定要用软的这个硅胶杯哈，否则你的这个针可能就会碰到这个硬硬的，它可能就会非常不 OK。所以我们的杯子有3种哈，然后这3种都个别就是一大包哈。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眉形尺，它其实就是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有时候要稍微量一下针。我们手工针有3种哈，有这2种呢是细的针，装在这2支笔，就是这个比较瘦的这个笔里面哈。那这个呢是偏向半结痂雾眉，就是装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笔里面。所以我们的雾眉有分成手工就是不结痂雾眉，然后稍微会结痂的雾眉，还有机器的雾眉。不同的工具再加上不同的手法，就会创造出不同的手工雾眉这样子，或者是机器雾眉。那接下来我们有2支笔，这一支是专门画眉毛的，一支是专门做定位的。好，那这一支呢是蓝点点定位笔，也是做定位。其实这2支的功能是接近的。好，然后这一支是画眉毛的。虽然我们只有2支笔哈，我们的定位有4种方式。好，我跟你讲。
别的老师他只会教你一种方式定位，可是因为我曾经在雾眉上面有吃过非常多的亏，我上过非常多的课，我最后就只卡在一个点，就是那个定位的点啊，我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在那边卡关卡了很多年。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改善就是定位的问题，像蓝点点定位是我最开始很早的时候学的，可是我用这个呢，它真的就是蓝点点会长得超大，那我就不知道你们到底就是敷那个有人敷那个什么舒缓膏，就是会长很大之类的，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了哈。好，所以呢，我们不会只有蓝点点定位，因为蓝点点定位，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在做哈。有的人用的习惯了就用的习惯哈，所以我们还会有别种定位方式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皮啊，我们的皮有分成画眉毛和眼线的，这个是眉毛加眼线的，这个是眉毛的，然后这2张是嘴唇的。那我们就是要善用我们的假皮，好好的练习。那这是平面的，这是凸出来的，都可以去做练习哈，我们都会教你怎么做练习。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在做这些仪器之前，我也会给你一些教你怎么画眉毛的。像你看我这个有非常多种的啊，像有些人他就是对点边连线有困难的，可能就要先用这个做练习。那这个是色阶的一个了解哈，然后整张脸谱我们要怎么画眉毛，然后再来就是标准眉的练习，我会教你怎么画哈，然后还有韩式平眉，你看我都给很多张，因为我要你回家好好做作业。最好都要画满，画好画满你才学得会，千万不要想说只画几个你就学得会了，怎么可能？然后这个是欧式眉的练习图哈，反正我们总共有5种练习哈，小欧眉哈，所以你看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男士眉，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眼线练习图哈，有非常多的嘴唇练习图，非常多种哈，我们会教你呢，就是先在纸图上先画出来，对形状呢有一个程度上的理解之后呢，才开始进行假皮上的操作。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上课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渐进式的教你，而不会一次就直接做真人，然后把你吓得半死，之后再也不敢来上课，结果钱都缴了不敢来了，这样是不是就亏本了？所以有时候同学在比较课程的时候，你要仔细想一想说，到底老师的教学方式是什么？他是真的希望你学会，还是只是希望你看懂而已？我觉得要看懂很简单，但是要学会可能真的会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好，我们愿意陪你一起慢慢的培养。对，只要你相信我的话。接下来就是我的讲义哈。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比较响应环保呢，所以我们会有 QR code， 我们会连接到网络上哈，一起看我们的这些照片哈。因为照片，我觉得把它如果都印在讲义上呢，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浪费纸张的。我觉得地球已经，像我的同事就说，老师我们一定要砍这么多就是砍这么多树木吗？这样我都被他问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像我现在喝饮料吸管还要用那个玻璃的。好，所以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就网页化，然后如果还是有一些可能需要同学写的，我们就会还是有一些字啊，就是让同学来做一些笔记跟重点的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文秀同意书哈。我们这个文秀同意书呢，基本上我们是使用这个中华民国美容法律协会印制的，那我们用的是原版，所以我们会附一个给同学，那我们也会请同学买原版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来我们这边上课，我还会教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像我们本身也有一个我们的法律顾问，收集了蛮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相关问题。那同学来，我们再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说做客人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争议或什么的话，我们都会教你怎么自己保护自己哈。那所以同意书是首要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写。那写的话要写对，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自己 DIY 做简易版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表格，那就是你的上课签到表，然后后面是材料，就是点材料的一个这个清单而已哈。有很多认真的同学他会重复一直复训，那其实我也很欢迎同学回来复训，我觉得有心学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哦，哈，这些就是我们的材料清单。那其实从材料里面也可以稍微知道我们的一些我们教学的一些项目都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就是从LINE跟我联络，或者是在下方留言，我们都会尽快跟你回复哦。Gina TV， 我们下回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Gina，我们下回见，拜拜。